启动。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马上有人按电铃了，对，也是我的爱牌之一 ，NFK， 好 ，NFK， 去年出的新箱嘛，对不对？对，去年出的新箱，因为754就是我们之前也拍过，这支我也有了，然后但因为754合约到了，他不能再用这个，他又不能再用这个号码，那他的合约就结束了嘛，所以他在去年，对，就出了一支叫做724，就是可以让你应该是7天24小时都用，对都用的关系，是，就是随时拿起来就可以喷了，对，不分场合，不分年。除了它的重口味啊，那3木之外，3个乌木加540之外，大概其他的都是偏比较轻松一点的味道。应该讲我们讲轻松一点的味道，它非常会拿捏这个轻松的程度了，轻松的程度。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好，724，好，724去年刚上的时候，受到广大的回响，热烈回响，因为754是突然就停产了，他其实没有做过多的预告。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有收嘛，那他就是突然就停了。那可是他这几年很奇怪哦，就是光停产的箱比新出的箱要多很多要多很多，这是一个停掉的比生产的多很多。对，就我们之前拍的红场之灿也停产了。对，巴黎之春3支百货限定全部停产就当然包含754啦。是，通常这种现象呢，我都觉得是内部的经营层换人可能啦。那因为他去年又，虽然这个他是他自己私人品牌，但是他去年因为又荣升了迪奥的艺术总监，那他可能就是重心稍微调整一下。一定的啊，因为那边你做人家总监，他一定说，那你原本的就可以开始慢慢减少了嘛。虽然是同集团啦，就是还是路易威登集团嘛，对，但是还是比重不同，跟那个职务高低，我觉得还是有差。对，好，那这牌子有被并入 LV 吗？它本来就 LV 集团的，这个是一直都是 LV 集团。真的，它本来不是独立的吗？没有，它一开始就是 LV 真的。对 ，OK， 好，所以它孤陋寡闻啊，因为它是让 LV 集团，LV 集团的它自己的私人的品牌，那它就是当然是偏向比较独立经营，因为以前它只需要帮人家调香，跟经营自己品牌就好了。对，那因为他现在去了，可以发挥更多了，对他去分到迪奥啊，到了大市场球队。对啊，对不对？他从凤凰城太阳转到了洛杉矶湖人了，对，对吧？非常会举例。对哈。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它的轻松百花吊根到底像不像754？好。那这一支当时非常的叫好嘛，对不对？那你觉得叫好又叫座吗？我觉得老实讲嘛，就普普啦。有点炒冷饭之前，有点炒冷饭之嫌啦。就是大家可能有一点对于他期望有点过高，结果后来发现好像差不多了哦。没有，如果你没有754的人，当然它就是其实是一个代替方案，对，是。但是如果你有754了，其实你一比较就知道当中的差别。它我们先喷好了，好吧？我们刚刚中午去那个港式饮茶的时候，出发前就已经有先喷了。哇，一罐的 MFK 该有的味道，对，清爽，然后一点香柠檬，一点花香，对不对？对，你都说对了，一点木质，陆续都慢慢的很均衡的出现这样子。我们美女到来，对，美女莅临，突然就这么巧，讲话就不知道讲什么了。好，倒也没有啊，所以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对。好，所以它其实，它就是带给你一个类似像白衬衫感觉，它带给你的颜色是白色，就跟你，我是穿 T 恤，对，白 T 恤一样，对，它带给你就是白色，是啊，而且白色又带一点些微的
蓝色，我可以说它有一点海洋的成分在里面吗？他很喜欢用水生调啊，应该讲他很喜欢用水生调，对，所以这不就全香没讲错嘛。对，好，那林心丽分享一下。你突然 cue 到我，对，因为我觉得前面真的还蛮像的，目前闻到的感觉啦。哦，754啊。对，跟那个比起来，前面的地方。OK，要不要来一点？然后我觉得整体，如果你没有去闻过754，这支是好闻呐，还是蛮好。我觉得可能目前还好80%-90%是好闻啊味道是有相似的，但本来香水其实你本来它应该把它当成是一支独立的作品来看，是，但因为前面就是炒的太754，对，就是前面炒的太大，所以你一定会把它拿来做比较。但你比较的时候，一定就会有落差。对，而且因为本来它就是不老实说同质的有不小的落差。香水我刚闻的时候我想，那呢？对，对，因为你就会觉得想象不会把它想象成一模一样嘛，对啊，但其实它实际上是不同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对，但它香调其实是我有看过一下它的香调内容，中段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对，对，OK，好，他加了一个什么山梅花进去，往往是这样啦，就是你前面做的很好，那再出一个同样以这个号码数字为系列的话，人家就会更有期待嘛，觉得你会又再更加的。对，我还是觉得754在它的产品线是一个标端产品，是个标杆产品。是。那你想挑战标杆，如果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难免会遭到很多挫折。那这个就是它有这个企图心，但是味道上还是我觉得应该把它当成新香水会更好一点。应该这么说，我们不要一直讲它的缺点。独立的一支新作品来讲，毕竟754已经是过去式了嘛，对不对？对。那你现在你也只能买到724，就是你可以说它是致敬啦，也可以说它是优化都可以，但是反正你就是买不到754了。那这一支老实说，我刚喷的时候，这个就是标准的75，这个叫标准的 MFK 的味道，该有的味道。对啊。汤底，它是香的，好，但是因为我们去吃了这个中午吃的那个港式饮茶，吃完之后回来，事实上我右手是后调，那后调其实我就觉得，坦白讲，我必须说我自己也在想说，到底拍影片要怎么个说法。那我会觉得它是坦白讲有点平淡无奇啦，说实话，它就是很 safe 啦，很 OK。那你要说它是个很安全的味道，对，安全，它是个就是个安全牌。好，那也不会侵犯，也不会扰人，那就是一个 play safe 啦。哈，如果你说一个人要就打安全牌，那这个就是个安全牌。那你说它很出众，我不会这么跟你说。就你闻了，可能晚上就忘记了，我必须老实说，对，晚上就忘记了。其实说真的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前面闻到的感觉，因为其实跟别支你不会有觉得一样，跟别的品牌，但如果是跟同品牌，你会觉得有一些是很相似，就是很像是它的基本汤底麝香，因为麝香是 MFK 最厉害的一个那个调香手法，所以它把它的麝香底那个保留着，所以加上它前面的花香那种调的感觉 ，OK。还是很好闻的，所以它的强棒是它的麝香，对不对？对，就是有它的强棒是它的白花，它把它的白花都是让你加上水生的，它非常厉害，就像山水嘛，就是永恒啊，然后那个对，反正那个山水永恒之水了，生命之水了，对。那这也让我想到，同样以麝香作为招牌的，还有商业香有一一个牌叫做这个。Narciso 啊，Narciso 它的麝香好专利的哦，它是自有专利的。但不同的麝香有好多种，所以那麝香有2种，一种是比较干净的，就是皂感的麝香，好，那另外一种就是动物麝香，它要有动物味，就是性感，是某一种层面叫做性感啦。当然，不习惯的人觉得哇，你那个动物味太重，动物味太重。那因为以我最近。研究麝香跟喜欢麝香，我是没有研究了，但我纯粹。你不是喜欢龙涎香吗？蛮喜欢麝香。龙涎香跟麝香，现在又进阶到麝香了。哦，对，一段时间不太一样。哦，那但是你都会发现，我都蛮喜欢那种贴肤性感的这种味道。那个很香的味道。那这一支，我第一直觉没有感受到它的麝香，但是慢慢随着你们说，我有慢慢去发现到它有，难怪说。
MFK 的这个招牌就是大概这种水生调，带一点麝香，应该这么说。然后比较干净的味道干净。的白衬衫就是它给你的颜色是朝气明亮，白色是白色纯白。对，白床单或者是这个早上在阳台上晾这个白衬衫，就是这种熊宝宝的味道，应该讲熊宝宝的味道。真好。OK， 好，那豪哥，你觉得男生适合白色的衣着？当然，场合呢？你一定会有这种使用需求啦。我们讲使用需求啦，对，所以你当然是不能像我最喜欢的乌木这么黑暗陈旧，然后动物味那么重，然后就是有强烈的味道。OK。带来的气场，那你当然也有希望是你也会有一个不扰人的味道，就是我想低调一点的时候，人会有高调，也有点低调。对，那我想低调一点的时候，很适合豪哥哎。那你现在低调的人属于高调还是？我是低调，我一直都低调，对我是被你逼成高调，对，没有你，我到现在还是很低调，好不好？我都笑了。对，好，那这一支女生合不合适？合适。这是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是比较偏女性嘛。哦，你觉得比较偏女生啊？还是相调表介绍一下。因为你的其实它里面有几重的啦，因为你口味比较重啦。那我觉得这个是男女都很合适这一支。好，来，前调全香哦，是全香，卡布里岛香柠檬，中调是香豌豆、茉莉。山梅花哦，基调是白麝香跟檀木啊 ，OK， 好，白麝香跟檀木，那这样我刚刚讲都重呢这也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组成比较没有这么复杂的香水了，它因为要让你724嘛，7天24小时都使用，所以它一定是让你在不管是礼拜几或是早上晚上，它都是一支非常适合使用的香水嘛，对，它不需要去做过多的考虑的一瓶香水，对，随时随地都可使用。对，好，那724就是365天，每一天都可以用的是什么？它这个如果你要用365天，应该是用不到。我必须老实讲，如果你只有它的话，因为它只有70 ml 而已。对，你想用1年，真的是有技术上的困难。对，好，我不一定要喷15下，就算5下就好了，3下2下。70 ml 应该是用不到，因为我有一次很无聊把一瓶香水拿起来，我想知道一瓶香水到底可以喷多少下。对，你就这样一直喷哦。我真的一直喷，喷到我手都那个快那个关节炎了，对，我还喷沙龙帕斯，对。居然有人可以这么无聊，对。好，那这到底可以100 ml可以按？因为不一定要看它的喷雾器，因为我有喷过大概600下了。我一瓶600下。对。哦 ，OK， 对。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对这种人该说些什么。实验家精神。好，那我们还是先结束这一段好了。好，对。一般人千万不要尝试，因为你的手可能会废掉。一般人会很花钱。对了，这个也是有金钱考量的啊。我喷的是大卫杜夫好，很全。好，那我们待会回来看一下它的后调。没问题。好，拜拜。拜拜。OK， 724号后调回来了。好，到了后调，我可以说跟754几乎不一样，是不一样。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它这个产品既想让没有754的人去购买，去致敬一下，那又想让有754的人再买这一瓶，因为味道还是会略有不同啦。是，对，所以它才出了一个。因为我们通常讲致敬，都是讲其他品牌会致敬这个，但很少。自己品牌致敬自己的，对，所以这还是蛮妙的一个状况啊，应该蛮妙的一个状况。OK， 好，所以现在我可以说它比754来讲稍微淡一点，淡一点。那754更显香一点，是，对，754更显香一点。对，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754的，所以其实还蛮常喷的。那但是因为754停产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代替品。如果我想，会有754差不多味道的时候，我会买724，就在平常的时候或正常的时候都可以喷。对，因为754我应该因为已经停产了嘛，
喷一下就扫一下的情况下，我应该会把它珍藏起来。嗯，好，那日常使用，我可以说还是以724为主。 OK 724为主。那我觉得这一支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会把，因为我一开头前调我喷的时候，我认为是白天，就是一大早清晨，晒干的被单，白色被单、白色床单，非常明亮，或者是白色衬衫，然后阳光打在这个白色的这个被单上，对不对？那现在的后调却有一点像是接近黄昏了，有一点，对，有一点时序在走的意味，对，它就是叫724，就很像724，就是它有一个时间在走。好，那后调就是更加的贴肤，然后更加的已经在傍晚了。对，那这个纯白色的被单、床单、白单呢，还是没有拿回房间，这样继续挂在那边飘啊飘的。那我觉得对于男生就是一个很 safe 的呈现，很有可以说对任何人，不管男女，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安全的味道，非常非常柔和的存在感。好，那你不会忽略它，但是你也不会容易强烈的记得它，因为以我们闻过这么多香水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支算是对我来讲，坦白说是没有特别的惊奇啦。那你说它中规中矩，中规中矩的产品。你说它好闻，我觉得是好闻的。那你说它有特色吗？我觉得是没有特色。它就像很像一幅画，好山好水好无聊这样。我必须诚实这样说了。你说是马尔蒂夫是吧？马尔蒂夫也好山好水。对，马尔蒂夫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对，连我去的时候连网路都没有。对，那不知道要看你是跟谁去。我觉得重点是跟谁。所以你会好无聊的话，表示你跟的。你不要这样讲哦，你不要这样讲哦，他是会来见你的哦。对，如果你去马尔蒂夫度假，应该风景也不是重点。对呀，那个房间那个地板是透明，你就直接看到海底。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说，你今天就算喷了这一支，就像去马尔蒂夫，好山好水，但是无不无聊取决于你。那我是一个，我认为这支对我来讲是比较偏无聊啦。就是你知道这个是 MFK， 但是你就知道它就是这个样子，它没有让你很大的冲击感、特色之类。其实不是不好，是它致敬的对象太过出色。我没有讲它不好，是，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容易使用的味道。如果你刚刚接触沙龙香，我想以它的售价来讲，应该还是勉强可以接受。那它是一个在商业香过渡到沙龙香，一个非常完美的对无缝转换产品接轨的，对转换的产品，对，同意。好，如果你要从商业香转换到沙龙香，那我觉得这个绝对是 safe 的，对，好一个结合剂了哈。对，因为各种产品都有它各种在品牌定位上，因为它就是如果你从商业香是一个大家都认为那个叫做香味，但是我们平常使用的沙龙香，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它香，就他们觉得的香是应该是类似像商业香，我都完全没有用香水，他们觉得的香是类似像商业香的那种，他们才叫做香。OK， 对，好，那你想转换，这个非常棒。是，那对我来说，我是这样的看法，但对其他人来说，或许这是非常棒的味道了，所以没有对或不对的问题，对，就是每一个人欣赏的出发点并不一样，好不好？对，那人心力有没有什么样？对，我觉得是相对的啦，就是你会有一个比较值嘛。就我这一支如果是一样的，其实也是有蛮多人觉得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味道。是。那因为我们在大概3年前闻754它出的那个时候，跟现在那时候会觉得这个味道对我来说是很惊艳的一个味道，很好闻，带花香啊，又有麝香那种很干干净净带花香的感觉。对。但现在或许你就会觉得比较无聊一点点，对，但是它的确是一支好闻的实穿，好搭的一个香水。是，我们也必须平反一下了，因为可能我们已经接触多了重口味的闻久了，所以你回头闻这个小清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那种刺激感。我觉得人对于大脑的刺激是那个剂量是越吃越重的啦。那并不表示这一支不是一个好香水，我觉得它绝对是，还是很香，它还是很香的。那只是对于我们以拍了那么多影片来说，特色记忆点，
它可能就少了那么一些而已，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它有点类似像754跟永恒之水 EDP 的非常中间的成分，对我刚刚中间的成分就想讲，我觉得它像永恒之水加晨曦的味道，是综合起来的感觉，对，所以它都是在一个安全的框架，就是任何人都会觉得好闻，对，任何人都会觉得好闻，也畅销，对 OK， 好，来，那豪哥，你会给这一支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它就是一个花香调，它也没有东方啊，它就是很单纯的花香调，对，花香调。好，那花香调0到10分，你给几分？我给他9分啦，9分，我给他9分啦，对。你看你的表情好像非常不甘愿，会吗？另外我没够，对啊。你觉得0到10分，你给他几分？9分啊，9分啊，对啊，有9分，9分。它是个还在水准以上的味道，但是绝对是对，但是诚如我们刚刚分享的，就是在独特性上，它可能是这么欠缺的这一点，对，欠缺的这就是个 play safe 啦，哦，对，就是像就许哥的，对不对？他就是安全的大男孩。我突然被 Q 到，他可能少了一点个人特色，但是他应该是以最大的公约数，对。让大家都能接受，会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味道。我相信你这一段绝对在形容就许哥了。好，最大公约数，对，大家都可以接受，对。OK， 好，来林心娣，这一支你们把它定在什么？花香麝香调。哦，花香麝香调。对 ，OK， 0到10分，9.5，9.5，我还是蛮喜欢这一支的。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支我们刚第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喷一下，然后在手上，然后我觉得好像味道没有到非常的明显，但它是好闻的。但我后来又补喷了2、3下豪哥的，在我的脖子的附近，然后一直有闻到它的那个，因为我很喜欢它前面显香的部分。我觉得它这支的扣掉一些分数是在于它后调的部分没有到那么的持续那么久的香气，然后后面就变比较贴肤了。持香时间大概是普通而已，大概是对比较短一点这样。是，它可能需要，如果你想持续一整天，就我来讲，我会用古怪分子01啊，去帮它做个电波拉皮，对啊，电波拉皮更长一点这样子，对。不然我还是蛮爱它。不然你就要带着它出门了，或是用那个铝香瓶了，对。但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可能还是会用古怪分子01，直接就一次到位，那个一次到位，对，好，我就不用再带来跑来跑去了，对，好，就这样，9.5分，好，那换我会觉得这个是花香麝香调，贴肤感，如果我分2段了哈，就是你问我会不会喷，我会喷，这支我也喜欢哦，我相信你会喷，对，这是你会喷的那种，这是我会喜欢的调性，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实用性来说，我觉得它是蛮实用的，而且味道是绝对是好闻的。对。那你要问我说，以特色性来说的话，那我会给它7分而已。特色啦，坦白说，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特色。有的时候没有特色就是它的特色，对。所以没有对跟不对，就看像2位都给它很高的评价。那对我来说，我这个。闻了这么多最近重口味的味道，西决夫啦、卡萨莫拉蒂啦，对不对？它还是有 NFK 一贯的法式优雅的味道。我必须老实这么说，是。好，那不要受我的影响，因为我们讲的并不一定都是真的。对你还是要去对合适你的才是最对的。对，别人讲的都不对。对，只有最合适你的才是最正确的。对，没错。那你的另外一 part，你说有一部分是7分，7分啊。以说特色性，我觉得是7分，还是没特色。那味道呈现上，但是会不会用？如果这个每天用，绝对是香的啦。我也觉得它是非常棒的。好，那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会给它9.8分，香，真的是香。特色7，没特色。NFK 最让人欣赏，就是它会让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香调跟香气，它不会有太过突兀的味道出现。对，这很像那个这个电影里面，总是要么就是英雄，要么就是坏蛋，就是普通人是不会被记得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普通人。那你说普通的好人吗？他绝对是好人，是香的。对，你用这样去可能会比较直观一点啦。那就适合低调的人使用，就像好，
好，对下一好个，好，下一个我们30秒，OK，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拜拜。